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国家，就无限赞成卢沙野他说的无限贴近事实，即使在法律上他也是非常有领土、有人民、有政府，但你们没有国际承认。其实是在卢沙野的讲话中表明了两岸的和平是要往对立的方向，还是要尽量能维持和平？我觉得是维持和平吧。大陆人会比较喜欢我们哪一个领导人？赖清德。喜欢赖清德是至少赖清德在我们可以不会8年的会台最大的问题是分配不均的感受，巧妙的把阶级之间的，也就是资劳之间的冲突，对于经济分配不均的冲突，把它全部转嫁到会台这2个字上面。马英九把北京忽悠的一愣一愣的。为什么习近平接受他的忽悠？觉得马英九对他们来讲是有用处的。习近平就是借着马英九的渠道吧，他身上还有浓厚的中国意向嘛。习近平想说的话会说出，不认为他真的会认为马英九在台湾还有实质的影响力，能影响一些人。大家都说在他的时候，两岸红利啊，台湾对我们很有善意。那我想这可能就是一种错觉吧。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中华民国并不是一个国家，主权没有，但是有领土、有人民、有政府，但你们没有国际承认。特别是你们参加 WHO 的会议的时候啊，还有什么联合国，那你们还是需要中国大陆承认。这其实里面就显示了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管制权，这是一部分的。为什么说卢沙野说你们是违反国际法的？我想他这个就是一个国际法上的独立的这个原则，而且这个是世界各国都是在国际法上的一个通识。我不知道蔡正元在清华大学的国际法博士嘛，连这个是最起码的，就是说国际法的 ABC 啊，他都没有提及，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但是我就无限赞成卢沙野说的，第一，他说的无限贴近事实，即使在法律上他也是非常有依据的。也看了一下蔡正元对他写的文章，他的写的 Facebook 对卢沙野的言论的反驳，其实我觉得从我的观点看，我觉得都是站不住脚的。无论他是批评他说你是驻法大使，是不应该来说两岸的问题，以台湾问题是中国，我想他作为驻法国的大使，他当然是有权利去宣传的。他参加的场合是联合国协会办的研讨会，他当然要去说。他说的这些话对两岸关系没有任何好处。马英九上台之后，大陆可以说是不计代价的支持他，从大规模的会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大陆的利益到了台湾也没有得到平均的分配，他在分配上啊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台湾普通人没有感受到大陆会台对我带来的好处，再加上原来意识形态，然后又社会不公，我觉得这个爆发革命是迟早的事情。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没有把大陆的善意给到台湾的老百姓，台湾老百姓从来没有这个善意啊，不明确的体会到自己身上，他和你统一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我们不谈统一不统一啊，台湾无论是蓝绿了，绿就不用再说了，他们肯定是要独立，借着独立的幌子啊，争取更多的利益也好，煽动台湾的就是这种民族主义啊。至于我觉得国民党，我觉得他站不稳自己的立场，会有什么对大陆他也没有善意。一方面他拿着大陆的钱啊，从心理来说他是不愿意承认大陆政权，他也不愿意跟你合作。无论是赵少康和马英九在大陆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名声，当然我说的是太好的名声是在对两岸关系稍微有一些了解的人我们的概念当中啊。所以马英九在大陆评价也很差，也很差。但马英九我们对他评价，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忽悠共产党那么多年，从大陆搞了那么多利益。你看他最近不是在7月份在泰国的讲话嘛，他的立场始终没有变。他说的就是我们要如果是要统一的话，我们一定要民主。我是反共的，统一的话一定要民主。赵少康为什么评价很差？赵少康，我觉得他们其实一样，他们本质上对了大陆啊，都有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而且他说的东西对吧，也是 ABC， 感觉并没有什么出彩的，或者是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观点。所以是从以前到现在，赵少康的评价跟马英九评价都很烂，还是说是这几年的问题？应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马英九应该是一直都不好吧，他们都是挺聪明的，然后从大陆搞了很多利益，而且把北京忽悠的一愣一愣的。为什么习近平接受他的忽悠？是习近平笨吗？共产党傻吗？还是共产党觉得马英九对他们来讲是有用处的？你觉得是哪一点？我觉得习近平就是借着马英九的渠道吧。马英九因为他身上还有浓厚的中国意向嘛，习近平想说的话会说出去。所以其实在大陆是很气共产党去接受马英九或者是赵少康，因为这两个在大陆都说得上话，在中共也都是说得上话。那尤其是马英九是可以，习近平是直接愿意在人民大会堂直接接见他的。我不认为他真的会认为马英九在台湾
湾还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力，能影响一些人都没有。赵少康更不用了，我相信他在大陆应该是说不上什么话，但是两岸红利还是拿得蛮多的。当时9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那个流行音乐刚刚进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唱片公司叫飞碟唱片，是赵少康他们的吧？当时赚的盆满钵满，他是真正获得两岸红利的人。但你看他对大陆有好话吗？没有嘛，对吗？反正那些收到两岸红利的，能说一些真话，对两岸关系都不至于到这个地步。那既然他们那么没有用的话，那为什么不干脆就不要建就好了，就封杀马英九，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因为这样等于是让大陆的老百姓更不爽而已啊。封杀不至于了。有观众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会有喜欢马英九的大陆民众开心热情的迎接他？看到很多影片嘛，在马英九去街上啊，到哪里很多大陆的民众是对他这么热情的，难道这个都是假的吗？对他这么的热情，是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就是比如说 CCTV4啊类似的节目啊，马英九就是作为一个具有中国意向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出现的。大家都说在他的时候，两岸红利啊，一般对我们很有善意。那我想，这可能就是一种错觉吧。我请问说，我们台湾从你领导人到现在的领导人，你大陆人会比较喜欢我们哪一个领导人？赖清德。大陆官方是期望对台湾是怎样的态度呢？我认为大陆官方也想保持现状吧，现状就是维持分治，但是不撕破脸的态度。是要往对立的方向，还是要尽量能维持和平？我觉得是维持和平吧。即便是在卢沙野的讲话中，他也表明了，为了保持两岸的和平，现在并没有，还是要准备和平统一，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台湾治权的统一。台湾人民遭受灾祸，还有一个延伸疑问就是说，喜欢赖清德就不是要和平统一啊，就是要往两岸开战的方向走。不会开战，开战不开战是中南海手里面的，开战不开战的决定权是在北京的。但是有一点，我们喜欢赖清德是至少赖清德在，我们可以不用再会台了。我们都知道马英九那几年最后被民进党操作成就是少数买办垄断权力，然后对台湾一点好处都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共同的理解。那几年不是蓝的赚到钱，是绿的也有人赚到钱哦。马英九的问题不在于说开启这个会台，而是他没有把这个会台透过政府的宣传机器，让台湾人共同去理解到这个会台是建基在什么之上，是建基在两岸和平红利之上，而这个两岸和平红利是台湾未来在发展还有整个经济提升的一个动能。那这件事情后来当然就引爆了太阳花嘛，因为很多人认为所谓的会台都被所谓的买办全部吃掉了嘛，那鬼扯淡。但是因为有会台跟两岸交流，所以台湾到现在即便在民进党连续执政的第9年的当下，大多数的人还是认为其实跟中国大陆有经济的往来有交流还是可以的。这样的话，那周明轩早就被出征到，那他可能早就先关起来再说。但是他并没有事啊，虽然哥布林气得要死。那8年的会台最大的问题是造就了一个感受不均、分配不均的感受，他巧妙的把阶级之间的，也就是资劳之间的冲突，对于经济分配不均的冲突，把它全部转嫁到所谓的会台这2个字上面。说到这个，我也觉得我的老公软弱了。我19年去大陆玩的时候，导游就跟我们讲过，民进党那个死样子啊，去的时候卑躬屈膝，哥啊姐啊，哇，领导啊，哇，全部一律用词都是大陆用词就对了。回来的时候就是一副我跟那个对岸啊，老公啊，简直是势不两立啊，怎么样，他们多坏啊，怎么样？哇，去到对岸的时候，哇，卑躬屈膝要赚钱，人民币香啊。台湾的老百姓处于这种的情况偏难赌，你知道吗？本身有本土化，因为区域性的本土化的关系，因为大陆其实也会有这种状况。今天会有那么恶意满满，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你都知道我们的政治人物，不管哪一个，今天在台面上这些政治人物，通通都有责任。他们不是不了解，不是不知道，他们都去过了。甚至有深度交流了，结果呢？就是支持赖清德结论。今天赖清德会上台，是这些人共同努力啊。即便是这个样子，我还曾经替马英九有稍微说点好话。